这茶叶是捡的呀？茶叶是。我看。到里头有几个？好像是红头长尾山雀的窝，看一下里面有几个。刚一个老奶奶给我的，真的是哦，都这么大了，再有几天就可以飞走了，太可惜了，被拽下来了，这家伙。看一下还有没有？哎，里面好像还有一只，就4只，确定的，就4只小家伙，都这么大了，感觉真的是挺可惜的。然后具体的情况，我刚刚也过去了解了。老奶奶在山上摘茶叶，茶叶树上面有一个窝，她开始以为是老鼠窝，就给它扯下来了。没想到发现里面是小鸟，于是她就把它给带回来，看一下我要不要。这种鸟外号小熊猫，在我们这边来说算是非常常见的鸟，冬天一群一群的，喜欢在别人楼顶上偷腊肉吃。挺可惜的，再过几天就能学飞了。我们给它养大，然后放生吧。这个就是它们的窝。其实懂的人从材质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是什么鸟窝，但是老人家他们基本上都不懂，误以为是老鼠窝，肯定是不认识的。先给它们喂点食物吧。这种小型鸟特别不耐扛，所以说一定要食物喂得比较勤一点。爬山实在是太大了，不然的话我都想给它带回去，让母鸟再喂几天就可以飞走了，多省事儿。不管你人工怎么喂养，野化和营养方面都不如母鸟养得好。所以说捡到学飞的幼鸟，一般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切记不要带回家。这几个小家伙我们先养着吧。小型鸟有一个优点，它成长的速度特别快，所以说放生的周期也会比较短，它野化也是比较快的。好了，希望它们都能健康长大。这4只小家伙来我这里的第4天，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说非常可惜，如果再给它们几天的时间，它们就可以学飞了。哎，可惜窝被人拆了，那也没办法。正常情况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从窝里面飞走了。不过这种鸟实在是太小了，它们繁殖的速度很快，周期特别短，但是因为它们的块头实在太小了，所以说在食物链中它们也是最底端的存在。先不说了，给它们搞点吃的，因为我刚刚也出去了一趟，2、3个小时没有给它们喂吃的。这有个家伙饿的都开始自己在啄食了，看来是真的饿了啊！不要着急，都有份儿。其实它每一次吃的不是特别多，但是饿得比较快。我基本上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都会给它们喂一次食物。好像就你没吃吧？哎，这一下都吃饱了。你再来一口，多吃点才能早点长大。吃饱之后它们会变得特别安静，而且它们喜欢挤在一起，好像有一种安全感。再试一下，看谁没吃饱，再喂几口，然后等到1个小时之后再给它们喂吃的。吃饱了，现在温度也挺舒服的，所以它们吃饱之后挤在一起就喜欢睡觉，懒洋洋的感觉。这种鸟真的是太小了，所以其实它们在自然界中正常学飞之后，像这4只能有2只活下去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想了一下，应该没有任何一种鸟是它们可以欺负的，所以说它们只有被欺负的份儿。在很多鸟的眼中，它们和虫子没任何区别，而且飞行能力也不是特别强，飞得还比较慢。不繁殖的时候，它们都是一大群走在一起，不是特别怕人，经常在我家楼顶偷腊肉。还有就是我现在带它们出来我都慌啊，因为它们实在太小了，有的时候稍微飞一下你不注意都不知道它飞哪里去的。刚说完，有一只就准备飞了，是吧？飞到别人窗户上面去了。倒不是我不放它，是现在把它们放的必死无疑。特别是这个家伙，每次出来都到处飞，直接飞上树了。太小了，我都没看到它飞到哪里去了。在这里发现它了，
看，有一个麻雀飞过来了，估计想欺负它。太小了，实在是。我刚晃了一下树，把麻雀给吓跑了。哼，等它下来吧。啊，等了20多分钟啊，这小兄弟终于飞下来了，掉到地上来了。走吧，跟我回去。等你再大一点，我把你们全部放到树林去。现在你们就吃好喝好，早点长大就可以了。给这几只小可爱搞点食物。这几天我发现他们会自己啄食物之后，我都没有喂过他们的，全部让他们自己啄。这也导致他们和我越来越疏远了。这也是一种好事，远离人类才能活得更长久。这几天也在让他们适应户外的环境，早点适应，早点放生。这种小型鸟野化起来是比较容易的，主要的问题是它太小了，出去天敌太多。不过这也是生物链里面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我们不用过度操心。现在我每天会轮流带他们4只小家伙出来户外活动，但是一次只放1只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小了，稍微不注意，它可能飞一下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主要他们现在还没有生存能力，所以说这个阶段我们首先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，再做其他的考虑。有一群鸡现在已经盯上它了。这几只鸡可能以为有一只小蚂蚱飞过来了，准备抓嘞。我记得我之前就和大家说过，在鸟的食物链里面，块头越小，死得越快。所以说这几只小家伙，我带他们出来放风熟悉环境的时候，我都是跟着他们的。等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会把他们放到树林里面去，最多也就1个月吧。刚才它飞了几圈，我都以为它掉到池塘里面去，我都准备下池塘救它的，还好没掉下去，它自己可以飞上来这个位置。哎，这不就上来了吗？这个时候我们跟着它是要跟着它，但是不用过度保护，只保护它的生命安全。前几天有粉丝跟我说，让我把这几只养着，不要放生了，因为这家伙实在是太小了，出去之后谁都打不过。其实我们没必要过度忧虑这个问题，因为野外这种鸟也生活得好好的，对吧？食物链很正常的。如果说它出去被其他的鸟吃的，那是食物链，很正常的，那也是它的命运，我们不用过度担心。所以我必须要把它们给放了。现在最麻烦的事情就是要一只一只的带它们出来溜达。关键是只要它一飞，总有几只鸡以为发现了好吃的。特别这一只小母鸡，越说越嚣张，早晚把你给煲汤了，你等着。你们几个赶紧早点独立吧，到时候我就不用操心了，直接给你们放到山上去，再让这个家伙自己溜达一圈，我在这里看着，然后再换另外几只，轮流出来玩吧，也只能这样了，没办法。等他们几个彻底会吃东西之后，我就几天不和他们互动，不理他们，到时候他们就会很怕人。这种小型鸟繁衍的速度是特别快的。昨天带一只小张飞鸟出来历练的时候，它飞走了。今天早上我用它的兄弟把它给呼唤出来了，就在这一片油菜地里面，叫声就是从这一片发出来的，但是因为它太小了，我也没看到，现在只能等它自己出来。在他几个兄弟的呼唤下，它终于出来了。翅膀好像打湿的，可能是因为早上的露水太大了，或者说它在水沟里面洗了个澡。就他们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独立，所以说也不能说放了就不管了，不然的话肯定会饿死。身上的羽毛都湿漉漉的，所以飞行能力大大的降低了。回去给它搞点吃的。回来啦，先给它搞个面包虫补补身体，可能已经有小半天没吃东西了，也挺饿的，状态都不是那么好了。现在正在锻炼它们，第一不喂它们，第二让它们吃活虫子。等独立放生以后，它们的适应能力会更强。面包虫其实挺小的，但是在它嘴里面好像一个庞然大物一样。趁着这功夫，让他另外一个兄弟也出来历练，正在捉虫子嘞。这状态完全不一样啊！现在他们的警惕性已经锻炼出来了，除了给吃的，其他的时候你一靠近他们就飞。
这2天主要是在锻炼它们抓虫子的能力，晃动虫子，吸引它们的注意力，让它们学会自己抓。一般情况下，它们吃虫子会把虫子给啄死，然后再吃。这方面有一定的天性，锻炼一下也好。这一只羽毛还没干呢，可能也饿坏了，状态不是特别好，问题不大。正常情况，它可不会在我手上站这么久。一般都和他这几个兄弟一样，出来之后特别活跃，在手上能站1分钟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。我现在就特别喜欢这一只的状态，出来之后偶尔还会自己找点吃的，到时候优先把它给放生了。出来之后穿梭在各大灌木之中，一直在找吃的，给它送食物，它都要观察很久，确认安不安全。而且它还是那一种吃的拿到了赶紧就飞走，绝对不待在你旁边。所以它就属于那一种自己也能找到食物了，然后你给东西，它确认安全之后它也吃，但是警惕性特别高。以后放生的话存活率更高，优先选择放生它。不过它也将永久失去了白嫖我食物的特权，这是相对的。这一只的还有待考察，还差得很远呢。不过最后都会给它们放生，我一个都不会留。好，继续锻炼它们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，我发现这几只小熊猫鸟野性越来越强了。这个树上有2只，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期，所以离放生是越来越近了。我回家去拿点面包虫测试一下它们。这里还有一只，现在只要手里不拿东西，你一伸手它马上就飞走了，警惕性挺高的。给你送好吃的来了，有这么严重吗？都不敢靠近我了。其实它们也挺想吃的，只是这种小型鸟繁衍的速度特别快，要不是我手上的东西对它们还有点吸引力，你们以为它会过来吗？它不可能这么爱我的。或许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我只是想多看它们2眼，不给我这个机会呀。所以今天我必须用面包虫把它们给引诱下来，只为多看它们2眼。即使我知道它们只是为了吃的，跟我没有任何感情，这重要吗？不重要，我愿意做个舔狗，可以吗？但是并没有什么好下场，这不，面包虫都被拐走了。不过也不重要，因为我的面包虫多如牛毛，它带走的不过是9牛上的1根毛尖尖，无所谓。再给它们搞一条面包虫，看一下它现在这个状态，特别想吃，但是又害怕。所以说，如果它们以后再也不回来，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，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终于又飞下来了一只，在外面我也分不清它们4只谁是谁，反正下来了就给它们搞点吃的。跑得可真快呀，一下都不愿意停留。又骗了一只过来了，这肯定又是另外一只了，因为它们的饭量特别小，一条面包虫一下就吃饱了。总之最近它们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，慢慢的就可以不用管它们了。天天带它们几个出来溜达，我也是操碎了心了。这一下终于要毕业了。前段时间村里的一个老奶奶摘茶叶，不小心摘了一窝小熊猫鸟，于是就给我送过来了。这是刚拿回来，我养了4天的状态，它们站在我手上特别乖。等它们开始学飞之后，慢慢的我一次只能带1只出来，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小了，我担心一次带4只飞出去不知道掉到哪里去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户外适应环境，加上野化训练，它们的状态越来越好了。慢慢的，灌木上的小虫子它们都能抓得到了。它们的块头特别小，比较大的虫子估计抓不到，像树叶上面隐藏的小虫子都是它们的最爱。所以它们每天出来之后也挺忙的，它们自己能找吃的之后，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喂过它们。这个阶段它们还是挺亲人的，只要看到我总想追过来问我要吃的，但是我发现它们已经有自己找食物的能力，所以基本上都不会喂它们。今天我觉得是和它们告别的日子了，就剩下3只了，已经有2天没有管它们了。
看它们的状态就知道，特别怕我。另外一只跟着一群小熊猫跑了，那一群里面也有几只学飞的，跟它们大小差不多，应该能融入进去。这几只今天我决定带到茶山附近给放生了，是不是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不放在家门口啊？因为最近有几只红嘴蓝雀天天在家门口抓麻雀之类的，所以如果给它放到家门口，不出3天就没了。茶山这附近全是灌木，小型鸟的天堂，食物也很好找，隐蔽起来也很方便。重点是这边的红嘴蓝雀特别少，所以说今天就把它们在这里放生了。而且这个地方野生的小熊猫特别多，希望它们能融入进去。第一只我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，它就飞上树了，正在抓虫子嘞。还有2只，好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咋啦？这第3只还舍不得我是吧？赶紧走，飞走了。这一棵大树上我已经看到2只了，然后它们现在自己找吃的，都没啥问题的，所以说也不用担心。自由自在的感觉是真好啊！看它们在大树上飞得多开心。树顶上还有一只，我给它们准备的虫子完全用不上了，根本都不理我。那就祝福它们以后会活得好好的，不要被其他的中大型鸟给吃了。我也该带着我空空如也的笼子回去了。是不是很多人都想问以后还有没有再相遇的机会？不会的，这里的山面积特别大，它们又那么小，谁知道下一次它们去哪里了？不相遇也挺好的，祝福它们吧。